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兰香如故为播先甜，刘学义首饰告白引爆全网，谭松韵的温柔让人彻底沦陷。如果说最近哪一段视频能让剧粉集体原地升堂，那一定非兰香如故官方释出的这支互动花絮莫属。短短几十秒，却成功让无数观众心甘情愿地掉进兰香宇宙，一边疯狂截屏，一边高呼这剧不播真的说不过去了。双引号。在这段视频中，刘学义与谭松韵罕见地跳脱了古装语境，以现代视角重新诠释角色关系。正是这种跨越时空的反差感，让观众瞬间被击中。没有华丽布景，没有复杂台词，只有一个隔着布帘的手势告白，却比千言万语更有力量。一场小别扭，却藏着最真实的情感流动。视频开场是情侣之间再熟悉不过的小摩擦，女方情绪倔强，转身回避，拒绝沟通。这种情绪并不激烈，却真实的让人心头一紧。他不是无理取闹，而是等待一个足够真诚的回应。而刘学义饰演的男方没有急着解释，也没有强行靠近，而是选择了一种极其温柔的方式，隔着布帘，用手势完成了一场无声却深情的告白。这一刻，镜头没有刻意放大，却刚刚好捕捉到他专注的眼神与笃定的动作。那不是炫技式的浪漫，而是一种克制、笃定、带着诚意的表达，仿佛在无声地说：我理解你的情绪，我愿意等你回应。双引号。手势告白的魅力在于分寸感。许多网友在看完视频后表示，被打动的并不是告白本身，而是那种恰到好处的分寸感。没有浮夸的肢体语言，没有刻意卖甜，刘学义的每一个动作都显得自然又克制，却偏偏让人无法移开视线。正是这种收着眼的方式，才让情绪在观众心中慢慢发酵，最终彻底溢出。也正因为如此，当谭松韵饰演的女方终于被打动，情绪软化，关系破冰的那一瞬间，甜度才会显得格外真实。那不是剧情强行推进，而是情感自然抵达。谭松韵的温柔是不动声色的杀伤力。如果说刘学义的魅力在于沉稳与笃定，那么谭松韵的存在则像一阵不动声色的春风。视频中，她一头长卷发搭配柔软的针织裙，整体造型干净温柔，却并不单薄。她的表情处理极其细腻，从最初的倔强防备，到后来被打动后的松动与释然，每一个眼神变化都精准的恰到好处。这种表演方式没有用力过猛，却极具感染力。许多观众直言，谭松韵的厉害之处就是她站在那里，你就会相信这个角色真的在爱。双引号。现代造型加持，颜值与气质双重暴击。值得一提的是，两位演员在现代造型下展现出的强烈化学反应，也成为这支视频出圈的重要原因之一。刘学义的现代妆容干净利落，立体的五官与冷静的气质相互加持，呈现出一种成熟却不油腻的男主魅力。而谭松韵则依旧保持着她特有的柔软感，甜而不腻，温柔却不失力量。这种成熟男主温柔女主的组合，并非刻意制造反差，而是一种极其舒服的情感搭配，让观众在观看时毫无心理负担，只剩下纯粹的沉浸感。为播先热兰香如故凭什么被看好？一支花絮视频能引发如此强烈的讨论，本身就说明了问题。不少业内观众分析认为，兰香如故之所以为播先火，核心并不在于营销力度，而在于情感表达的准确度。他没有急于用大场面或高概念吸引目光，而是选择从最基础的情绪连接入手，让观众先信任这段关系。而刘学义与谭松韵的搭档
恰好具备这种让人产生信任感的能力。网友评论区直接变成大型祝福现场。随着视频热度不断攀升，评论区也逐渐演变成了一场大型云祝福。有网友留言：“这哪是花絮，这分明是提前给观众发糖，证据要怎么忍？”双引号。也有人感叹，刘学义这次是真的稳，谭松韵一出场就让人心软，这组合我先磕未敬。双引号。更有剧粉直言兰香如故，只要保持这个情感节奏，不需要多夸张的剧情，我就能一路追到大结局。双引号。还有不少观众送上祝福，希望这部剧顺利播出，也希望两位演员都能再收获一个代表作。双引号。期待值拉满，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当然，花絮的成功只是开始。真正决定兰香如故走向的，仍然是正剧的整体质量、节奏把控与人物塑造深度。但至少从目前释放的信息来看，这部剧已经成功做到了最重要的一点，让观众愿意等、愿意看、愿意投入情绪。而在这个情绪被过度消费的时代，能够让人心甘情愿期待一部作品，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胜利。从一个动作看角色关系的核心设定。事实上，这段手势告白之所以能够引发如此强烈的共鸣，并不只是因为甜，而是它精准击中了《兰香如故》这部作品最核心的情感逻辑克制中的深情。在如今许多古装剧动辄强情绪输出、高密度台词轰炸的环境下，《兰香如故》显得尤为不同。它更像是在用细节讲故事，用留白让情绪自然生长。刘学义的角色并非张扬型男主，而是习惯于把情绪压在心底，用行动而非语言证明真心。而谭松韵饰演的女主，也不是一位柔弱或甜宠依附型，而是有自尊、有情绪、有判断力的完整个体。正因如此，当他们发生分歧时，冲突不会流于表面，而是充满现实感；当他们和解时，也并非一笑而过，而是建立在礼节与尊重之上。这种关系模式让不少观众直呼，终于不是那种看3集就能猜到结局的流水线爱情了。双引号。演员气质与角色高度贴合，是最大的加分项。从选角层面来看，刘学义与谭松韵的组合被不少业内人士评价为低调但极稳。刘学义近年来逐渐摆脱单一角色框架，气质愈发沉稳内敛。他的优势并不在于情绪外放，而在于对角色心理状态的精准拿捏。这种表演风格与《兰香如故》中男主内敛深情的设定高度契合，而谭松韵则一如既往地展现出他在情感戏中的强大感染力。他的表演并不依赖夸张的情绪波动，而是通过细微的眼神、停顿和呼吸变化，让观众不自觉地带入角色心境。正如不少网友所说，他一犹豫，一回头，你就已经替角色心软了。双引号。两人的对手戏不是靠台词堆叠制造火花，而是在情绪频率上达成了一种难得的同步。从花絮反馈看市场对《兰香如故》的真实期待。值得注意的是，这支互动视频的传播路径几乎完全由观众自发推动。从最初的官方释出，到短视频平台的2次剪辑，再到社交媒体的讨论发酵，整个过程并没有明显的强推痕迹，却实现了持续扩散。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当下观众对情感类剧集的审美正在发生变化。相比高强度刺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渴望一种更耐看的情感表达方式。有观众评论道，现在能让我反复回看的不是狗血桥段，而是这种看似平淡却越想越有味道的互动。双引号。评论区里的集体情绪是最真实的市场反馈。在相关话题下，网友们的留言几乎清一色呈现出期待、祝福、看好的态度。有人写道，如果正剧能保持这种节奏，
我愿意慢慢追，不倍速。双引号。也有人调侃，花絮已经甜成这样，正片是不是要准备胰岛素？双引号。还有不少理性观众表示，不敢提前吹爆，但目前释放的信息让我愿意给兰香如故一个耐心。双引号。更令人惊喜的是，一部分并非主演粉丝的路人观众也在评论中表达了好感，本来只是随手点开，结果看完居然开始期待正剧了。双引号。对演员而言，这或许是一次重要的节点。从演员发展角度来看，兰香如故对刘学义和谭松韵而言都具备一定的阶段性意义。对于刘学义来说，这是一部有望进一步巩固其成熟男主定位的作品，而对谭松韵而言，则是在他一贯稳定发挥的基础上，继续拓宽角色情感层次的重要尝试。如果作品最终呈现效果与前期释放的信号一致，那么它不仅可能成为观众心中的口碑型剧集，也极有可能成为两位演员履历中颇具分量的一笔。结语：真正的好感是让人愿意等待。在流量更迭飞快、信息高度饱和的当下，一部作品想要脱颖而出，靠的从来不是一时的喧闹，而是能否在观众心中留下余温。兰香如故目前所展现出的，正是一种让人愿意等待的气质。他不急着证明自己有多轰动，而是选择用细节慢慢建立信任。或许等到正剧真正上线时，这段隔着不连的手势告白会被许多观众再次想起，并成为他们决定点开第一集的理由。而这正是一个故事最珍贵的起点。或许当兰香如故真正与观众见面时，这段隔着不连的手势告白会成为许多人记忆中最初也最温柔的心动瞬间。